俄军又搞善意大撤退，将数万居民从扎波罗热撤离。难道俄军这是又放弃了扎波罗热？随着撤退行动的开始，再加上乌军在这里大量集结，未来俄乌双方的决战战场似乎又移到了南方。目前位于扎波罗热的乌军主力已经转向马林卡、扎波罗热方向前进。在顿涅茨克外围，乌军一直在发动进攻。而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乌军也已经突破俄军包围，进攻前锋抵近顿涅茨克城13公里处。这个区域自2014年后，乌军就再也没来过了。目前，乌军在顿涅茨克城外，从北部的阿夫迪夫卡、西部的红军村以及西南部的马林卡等3个地方，对顿涅茨克城形成围3缺1的态势。而俄军主力则陷于顿涅茨克城东北部的80公里的巴赫穆特，在短时间内难以从顿涅茨克核心阵地向亚速海方向抽调大量兵力。而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再次出动大量无人机袭击塞瓦托波尔。克里米亚及亚速海方向，乌军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迹象十分明显。与此同时，驻扎在德佐地区的2000万俄军同样陷入了危险。因为在乌克兰西部，乌军同样集结重兵，准备对德涅斯特河沿岸的俄军发起进攻，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就在乌军磨刀霍霍向猪羊，准备向扎波罗热发动反攻的时候，俄军突然宣布从扎波罗热撤离。由莫斯科任命的扎波罗热负责人表示，近段时间乌军加强了对接触线附近战场的炮击，所以我们决定再次撤离了。先将儿童、老人、残疾人以及医院病人从战区撤出，并将这些人转移到其他地区。目前，扎波罗热重镇托克马克邮局、商店、菜场、超市都已关闭，卖食物的商店门前也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表示，自从5月5日开始，医院就已经不再接收病人，其他病人要么出院，要么撤离。带着扩音器的俄军军车在大街上宣布撤离，整个街道异常安静。据悉，这些居民将会车到别尔江斯克等远离战线的地区，或者转移到克里米亚与罗斯托夫州。俄军这番动作不仅又让火力军想起了去年赫尔松大撤退，当时也是乌军准备发动收复赫尔松的攻势，俄军就在赫尔松地区宣布了类似的撤退活动，掩护大批居民渡过第聂伯河，离开了乌军的火力覆盖区。最后就是乌军重新占领赫尔松，并夺回赫尔松州的首府。而对于这次撤退，俄罗斯方面表示是自愿的，并不会强制居民离开。但局势似乎并不乐观，因为俄军和乌军都已经开始行动。俄军已经宣布全面备战。俄军考虑到乌军可能会声东击西，从南方战场发动进攻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前有人分析，乌军真正目的应该会从扎波罗热切入，将俄军防线冲开，并寻求达到亚速海附近。乌军就有机会打开这里的出海口，同时还能切断俄罗斯从陆地供应克里米亚的通道。为了应对乌军即将到来的反攻，俄军修筑了多道纵深防线，双方都已经是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作战。与此同时，扎波罗热负责人还证实，根据俄军前线情报，乌军已经在大量集结。因为俄军无人机深入敌后150公里，发现地面上全是反攻乌军，各种军事装备已经挤满了着陆点。驻扎在扎波罗热方向的乌军还举行了反攻誓师大会，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亲自到场。在扎波罗热与俄军对峙的乌军本有8个旅4万人，此次反攻誓师大会除了这8个精锐旅外，还有大批从欧洲培训完即刻参战的部队，总人数达到7万人。而俄罗斯方面同样紧锣密鼓，据乌克兰国防部长透露，俄军50万军队备战乌军反攻，其中30万在乌克兰境内，剩下的20万作为战略预备队留在了俄罗斯境内。这基本是俄军能够动用的所有机动部队。为了备战这次乌军反攻，俄军已经全部压上了。当然的，战场态势不免让人联想到80年前的库尔斯克。在1943年初，苏联在经历19姆哈尔科夫大败之后，选择转攻为守，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部等待西面敌人德军进攻。在那年的春季翻江期，苏军不断加固工事，补充兵员，德国也调集了大量装甲部队，准备发起大规模攻势。那场攻势也是一拖再拖，从最初确定的4月中旬一直推迟到7月5日，最终是德国攻势失利，此后再也没有取得主动权。而乌军反攻的时间也是一拖再拖，但与当时德国不同的是，德国在当初孤军深入，而乌克兰背后站着强大的北约。
火力军觉得，如果真的历史重现，北约不会坐视乌军反攻失利。参与此次攻势的乌军是基辅与北约组建的，这支反攻力量的矛头是北约训练装备的12个野战旅，还有国民警卫队组织的8个风暴突击旅，再加上乌军维持战线的若干个野战旅。当前乌军的战法是基于消耗、机动与重建3个要素的组合，进行持续但不具备决定性的消耗战，既消耗俄军也消耗乌军，同时消耗增加俄军压力，然后在其防御中制造漏洞，随后以轻装部队迂回俄军防线的侧翼，迫使俄军离开关键要点。不过这种战术难以对俄军造成致命杀伤，而俄军也向连级战术群和小圈战术模式转变。双方现在都是不断派出连级的合成精锐分队，在战线的任意地点进行短暂而激烈的交锋。一个旅可能会组织2个连级战术群，交战几天后就会撤回整部，然后派出新一批的连级战术群。双方都试图在交战地带摧毁敌方派出的分队，从而逼近对方的核心部署地带。因为远程火力进行打击，但这种战术的达成对俄乌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乌军想要重新打开居民，需要选择可行的主攻方向切入，所以才会选择在扎波罗热发动攻势。一方面，扎波罗热地处平原地带，非常适合乌军机械化部队作战；另一方面，扎波罗热州府处于乌方控制，乌军占据兵源及后勤补给等优势，而扎波罗热是俄军在整个乌东的后勤枢纽。俄军从克里米亚运送的武器都需要在扎波罗热分发出去。乌军想要在缺乏海军陆战队的情况下抵达克里米亚半岛，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下扎波罗热，南下赫尔松，从陆上进攻克里米亚。对于俄军来说，扎波罗热一旦丢失，陆上供应克里米亚的通道也将被拦腰截断，俄军也将落入首尾难顾的处境。如果战场定在扎波罗热，那么俄乌双方就都没有退路了。这里的情况与赫尔松不一样，只能分出胜负。从乌克兰一反常态的低调以及俄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俄乌的决战时刻有可能真的要来了。乌军也有望夺回克里米亚，毕竟这是基辅长期以来的心结，所以乌军选择扎波罗热作为突破点是当前最佳选择。而俄军为了迎战，已经修筑了3道近120公里的防线，接下来就看俄乌局势还会如何发展吧。近期，捷克总统表示，乌克兰正在筹备9个机械旅的反攻，集结了1200辆装甲车辆与7万大军，准备新一轮的夏季反攻，来夺回乌克兰战场的主动权。同时，在乌克兰西部，乌军同样在集结重兵，打算向德涅斯特河沿岸的俄军发动进攻。因为俄军在这里长期部署了一支2000人规模的作战部队，这些士兵大多都是合同兵，而且并未参加俄军的入侵行动，没有装备重型武器。德佐地区是一个狭长地带，没有任何纵深，只要乌军愿意，还是能够吃下这些俄军的。由此可见，对于接下来的攻势，乌军做好了双线作战的准备。位于西线的2000余名俄军可能会成为乌军首先开刀的对象。毕竟，对于乌东战场来说，德佐地区的俄军相当于被孤立，西边是摩尔多瓦，东边就是乌克兰。在一个狭长地带驻扎的俄军，想要对付起来并不难。俄军也清楚德佐俄军危在旦夕，因为乌军已经开始重兵围困了，预计将在5月中旬发动围歼行动。这里的俄军最多只能支撑3天。德佐地区别称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是从苏联和摩尔多瓦自行独立的。在国际上大多认为这是摩尔多瓦领土的一部分，但俄罗斯在2023年废除了这一承认。自2015年开始，德军就长期在德佐地区部署3个营的兵力，人数在2000人，实际作战人数只有1500人，隶属于俄罗斯第14集团军。由于摩尔多瓦不允许俄军像以前那样驻军，所以目前在德佐地区的俄军大部分都是德佐本地的合同兵，从未参与过实战，全部兵力加起来也没有乌军一个摩步旅的人数多，战力堪忧的同时，也没有装备任何重型武器。偏偏在这里，俄罗斯拥有一个超级军火库。在苏联时期，德佐地区就部署了超级军火库。在2000年的时候，
其储备量在 4.2 万吨，哪怕后来销毁了不少弹药储备后，目前仍有2万吨左右的炮弹、地雷以及导弹等装备，其中大量储备的122毫米、152毫米榴弹仍是乌军前线急需的补给。因为现在乌军仍装备大量苏制火炮系统，而西方国家生产的大部分弹药是105毫米与155毫米弹药。若乌军能够拿下德佐军火库，便能对其炮兵部队大规模补充弹药供给，对俄作战。目前，本土俄军难以有效支援德佐地区，因为德佐夹在摩尔多瓦与乌克兰之间，与俄罗斯本土相距数百公里。这也是为何乌军垂涎这块地方，因为乌军弹药消耗比不上补充的速度，即便西方全力援助，也达不到乌军前线士兵的需求，而乌克兰自己又无法大规模生产各类弹药。如果乌军针对这里发动进攻的话，情况可能真如俄罗斯预测那样，德佐俄军只能坚持3天时间。毕竟这里的武装力量太小了，毕竟乌军集结了大量机械化部队与炮兵部队，这些都是拥有作战经验的兵力。从乌军的角度看，若能够顺利拿下德佐地区，那么将彻底减轻乌军的西部防御，从而将更多在西部署的军队投入到东线战场，缓解其作战兵力不足的困境，而俄罗斯什么也做不到。当然，如果俄军能在乌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有可能会吸引进攻德佐的乌军回防，但现在的俄军并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出动空军或空降部队的话，又不能保证数百公里航线的绝对安全，因为接收大量西方防空系统援助的乌军已经在这一区域部署了大量导弹。如果俄军强行空降德国，恐怕会被直接打回来。就算有少量部队或物资成功降落德佐，但也是杯水车薪，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没有本土支援的俄军，驻扎在德佐地区的俄军只能选择固守，凭借防御工事争夺一线生机。但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放弃坚固阵地向俄罗斯本土前进，那么孤军深入很快就会被歼灭。可以说，这里的俄军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因为结局已经注定。只要乌军能拿下这里，势必能对前线进攻带来优势。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